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重点就讲一讲美白。认为我是一个不白的人，小的时候是属于又黄又黑啊，面黄肌瘦。长大之后呢，就慢慢能吃胖了。吃胖之后好像没有那么的黄了。但是呢，这个底子它确实就是不白。我认为只有我们这些不白的人才有想法去美白。那如果你是天生特别白的这些女孩哈，她们的美白是保持住自己这个白的这个状态，白的这个度，和我们这种想逆天改命哈，想从根儿里面就解决问题的这种想法哈，是完全不同的。我所有的视频的逻辑是想让大家能够深度思考一下，就是从各个方面，从根源上找到问题的这个来源。当然了，现在很多东西都是科学发展到当今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就比如说美白这个问题，它肯定它不是光往外擦的这个东西哈，就是它肯定不是皮肤吸收到外面这些东西能帮我们美白的东西才变白的，它不是这码事儿。但是呢，护肤品呢，它是可以有助于帮我们抵御黑色素的产生，和有助于帮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光亮。在这个程度上，它从视觉上可以帮我们起到美白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护肤品它肯定不可能把一个黑人擦成一个白人哈。那首先呢，咱们就从成分开始来讲起。那第一个讲起来美白哈，不得不提的哈，心里面第一个想到的成分就是 VC。护肤品里面这个 VC 啊，它到底管啥作用哈？这个 VC 啊，它说的是可以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很多护肤品里的 VC 呢，它可以起到帮着里面的成分起到抗氧的作用，同时呢，它也可以帮着我们的表皮出的这个油脂啊，咱们说的这个外面这层表皮细胞，其实都是已经凋亡代谢的表皮细胞。那护肤品里 VC 的大概率是走不远的，它大部分都停留在我们这些表皮上面。那它帮死亡凋谢的这个角质细胞还抗什么氧化呀？对不对？它起到的能帮我们起到这个亮白的这个效果，一部分就来源于帮我们抵抗了我们脸上擦的这些护肤品呐、油脂啊，包括自己分泌的这些油脂哈，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这些东西抗氧化了，这些东西它就相对来讲它就不会变得这么灰暗，会给我们皮肤产生一种早上喜欢白白净净的，但是一到晚上就是那种灰灰暗暗的这种状态。你洗把脸，那个白亮劲儿就又过来了。所以你那个灰黑的这种状态，不是你皮肤细胞的问题，而是你所有乱七八糟的空气污染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脸上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的油脂成分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氧化产生了这种灰黑的这种质感。从这一点上 ，VC 是可以起到亮白和抗氧化的作用。除此之外呢，用过 VC 的姐妹们，尤其是这种浓度比较高的，或者是院线级这种 VC， 大家都知道 VC 它是有一定的酸性的哈，这个肯定大家都不用我讲了，它的 pH 值相对来讲比较低哈。但是对于它这个酸性功能哈，到我们的皮肤上，它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它可以帮着我们加速我们角质皮肤的代谢，因为它有一定的腐蚀性。如果你的皮肤比较粗糙，咱们年龄上了之后，咱们角质代谢慢了哈。我之前有在视频里跟大家分享，比如说你用一些 A 酸呐、果酸呐，它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功效哈。那 VC 呢也有这样子的功效。大部分的 VC 啊，它也很难真的达到我们的皮肤底层哈，因为大部分都是水溶性的，所以咱们不在这里具体去讲。那第二个成分呢，要讲的就是烟酰胺，它是阻止黑色素形成的作用，它是阻止黑色素。烟酰胺呢，它多多少少也有一定的角质剥落的这样子的功效。如果大家刚开始使用，尤其是皮肤你的比较敏感哈，你对外面换一个化妆品啊，或者换一个稍微有点刺激的这些成分，皮肤都能感到很敏感的姐妹们，你如果用烟酰胺的产品，你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点感觉，就是它会有剥落角质的作用哈。它的美白功效是阻止黑色素的形成我强调一点是阻止黑色素的形成。但是对于已经形成的这种黑色素，比如说你常年的斑呐、这些东西哈，是很难去掉的。但是
如果你是比如说晒太阳，就像夏天哈，大家出来晒太阳可能会被晒黑，那你在晒太阳之前用上这个烟酰胺的成分，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你晒太阳的过程中帮你阻止本身要产生的这个黑色素，这个就是烟酰胺的功效。但是你已经产生的黑斑，它没有办法把它给去掉，但是它可以阻止它不要加深。这个东西呢，就比较适合用在我们比如说爱长痘痘的姐妹它多少它有一定的这个抗炎的功效 ，VC 也是有抗炎功效刚才忘讲了 ，VC 它本身也是有一定的抗炎功效。如果你这个痘印已经红了红完之后都会有点变黑了这时候呢，你快速的使用一些烟酰胺呢，它可以减少黑色素的分泌，让你黑的淡一点，不要黑的那么深。这样下去呢，你这黑色素淡化的也就快一点。除此之外，烟酰胺还比较适合于比如说你这个医美过后，你这个脸变红那你这个时候你没办法使用大量的这种刺激，你用 VC 你试试看，肯定是非常的酸爽。你用果酸 VC 这个时候你都没有办法用，烟酰胺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它首先它有一定的抗炎的功效，虽然它有一丢丢的剥脱的这种效，但是比起来 VC 和果酸它都等于是 nothing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脸红完之后避免反黑就可以去使用一些烟酰胺的成分。所以以它的作用原理来看，即使它没有办法去帮我们淡化已经生成的这个黑斑，但是呢，它有一点点代谢的功效，对不对？它可以加速我们的皮肤代谢，同时它可以预防新的黑色素产生。那这样子来讲的话，也是可以在祛斑上起到那么一丢丢小作用的。第三个呢，就是壬二酸，也叫做杜鹃花酸那我自己也在使用这些东西。那今天跟大家讲讲这个原理其实我们简单点来理解，这个玩意儿它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皮肤的表层。这个玩意儿它就是一种细菌的粑粑，就说的不好听一点叫粑粑，说的好听一点可以叫分解产物。我们皮肤上也有的，有的人会多，有的人会少。那多的人也是一种病如果你的身上这个壬二酸的这个含量多，也会形成这种白斑的。身上长这个白斑的这个斑斑点点这个小白点这个问题，那你不足了呢也会有问题。所以说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平衡，它也是阻止黑色素的生成，就是它这个东西呢，它有了它呢，它能抑制住黑色素。我说抑制不如说平衡，让黑色素过多的生成，但是它多了，那个黑色素不生成，你脸上就是小白点儿。这玩意儿呢，我们身上本身都有，它就相对来讲的话，对我们的人体还比较安全。但这个安全也是有界限的嘛，什么东西多了，我都不认为它是安全，对吧？那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壬二酸呢，肯定不是从别人脸上刮下来的它多了呢，它可以抑制其他细菌的生长，所以说它对皮肤的这个抗炎呢是有一定的功效。这个玩意儿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世界了，就是我们的脸上的这些细微的这些微观的这些生态一种菌的这个粑粑多了，另一种菌它天天在那粑粑里面，它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抑制我们皮肤的炎症的，所以它对痘痘就有一定的好处。所以从这一点大家可以知道，壬二酸呢，它也是可以阻止黑色素的生成，同时它特别的适合痘痘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壬二酸尤其是在长痘的时间，你用它，它既可以帮你帮你那个痘痘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同时还可以预防后期的痘印的生成。我们又发现其实有很多细菌的产物，或者是咱们说的发酵产物，都被运用在护肤品当中，对我们的皮肤多多少少是吧，都有一定的这样的好处。那壬二酸呢，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代谢的，很多这种细菌的这种发酵产物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皮肤代谢，从而起到这种抑菌消炎抗菌的这样的功效。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改天咱们具体好好的聊一聊关于这种益生菌和各种这种发酵产物这种成分。第四个呢就是芩醌。那芩醌呢，它是一种毒性的，首先大家要记住是毒性，所以一提到这个东西，咱不能光想到它可以美白它可以祛斑在想这些问题之前，都要考虑好它是一种毒性的物质，是有毒，所以这个量是一定要拿捏的死死的你要拿捏准。那我就建议任何的姐妹们用芩醌还是要到医院问问医生你适不适合用。你说它是美白必杀，不如说它是以毒攻毒的形式，它是以伤害的形式来把这个玩意儿给弄死，来把这个细胞给搞了。属于硬碰硬的东西，它不是这种 melt， 就不是融化掉，不是很舒缓的去跟它合
合作，告诉他你不要去产生黑色素了，或者是拦一脚，从我这儿你就走不通了。No， 他是直接把它给杀掉。所以它这个东西就是硬碰硬的，大家一定要小心。那熊果苷呢，它是相对来讲的话，毒性没有那么强，那它的功效就肯定也没有晴坤这么大。到我们皮肤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定的毒性，一大堆擦在脸上，可能有那么一丢丢产生一定的毒性，形成这个晴坤。所以说熊果苷听起来好像是没有任何的杀伤力哈，但是它到我们皮肤上起到美白功效的那个劲儿，就是产生了晴坤。所以说熊果苷相对来讲就有点像这种低配版的晴坤，或者是稀释版的，或者是到皮肤上之后它需要进化成晴坤才起到功效的这么样一个成分。第5个呢，就是 A 类的产品 ，A 酸、A 醇、阿达帕林、他扎罗汀都有这个功效，就是所有 A 类的这个成分哈。它怎么去理解呢？这个 A 类理解成为一种细胞的营养，就皮肤细胞所需要的营养。这玩意儿擦完之后呢，你的这个皮肤细胞就会长得更好，就像咱们浇水一样，放点肥料，你就把它理解成这个。那具体它跟肥料的功效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到我们皮肤上之后呢，我们的皮肤细胞就会生长得更快在这个生长代谢的更快的过程中呢，就可以帮我们起到让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细胞就是老的不好的本该排出的，什么是斑，什么是黑色素，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些黑的东西它原本产生出来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细胞，但是呢它原本就是它设计出来就是它来了就一定要走的就跟咱们晒黑一样的，你头一年夏天晒黑了，你捂一冬天，第2年就白白的哈，它 suppose 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它为什么不走呢？就说明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没给劲儿是不是没有力度，是不是哪一点出现什么问题了，它没有办法排泄出去，没有办法代谢出去。那么 A 酸呢，因为它加快你整个细胞的这个代谢所以说它让这种不好的赶紧代谢掉，从而给这种更有力的这种 baby 细胞来腾地儿。那你新长出来这个细胞就又健康然后又聪明，知道该去做什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 A 呢，它不仅可以帮我们起到抗老同时它在它的原理上也有助于让我们皮肤的这个黑色素快速的就是代谢出去。那以上这几个就是我们常见又给力又有效的，在原理上能完全讲得通的这样子所谓的这种美白成分。但我个人就是以我自己来讲的话，这个黑色素肯定不是坏东西，它一定对我们的皮肤有好处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认识的非常的有限，我们只认为它好像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细胞。它为什么会保护我们的细胞呢？如果这个黑色素没有，或者是通过我们用的这些这种手法这些小手段把这个黑色素让它阻止生成了，长期以来对我们的细胞有没有什么伤害，对我们人体有没有什么伤害，这个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这玩意儿它是一定会产生的，它产生了我们才叫正常人，它不产生呢就是有一些疾病了。所以说我们到底应不应该这么就是潜心的钻研去阻止这个黑色素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考虑考虑。所以咱们也别揠苗助长了，我们可以去想一想，能够通过什么方式和用一点什么东西，可以尽量的保护好我们自己。咱们不用黑色素来保护了，就是尽量的让我们的人体本身去少去产生黑色素，或是减少产生黑色素的事情。什么时候产生黑色素你这个皮肤受伤了，你受伤害，比如说割伤、刮伤、烫伤比如说这个皮肤受损，表皮受损了，开始红了，发炎了，那我们就减少这一类此类的事情的发生。就包括太阳晒也是，如果咱们平时晒太阳，咱们不感觉到烫的情况下，不感觉到你这个脸在发热的情况下，你的皮肤一般来讲的话，那个黑色素就来了就走了，就不会把它给晒坏，就不会把它明显产生这种黑斑。第一点就是防晒，这里面我认为防晒不仅仅是擦防晒霜，而是说不要去硬晒太阳。
但凡你的皮肤不管你是脸上还是身上，能感觉到发烫了，这个时候你就一定得找个地方阴凉的地方去站了，不能就处在太阳地儿了。就是还是学会从根本上减少黑色素的产生，我们自己先学会保护自己。那第二点呢，对于咱们经常长痘的这帮姐妹们就是你的这个危险系数就特别的高。很多女孩你应该都会发现，你这个痘有的时候痘印下去是下去了，有的时候痘印好像下去了，然后日久天长之后，你就会发现脸上有很多小黑点儿。这个黑点儿其实就是你的以前的痘印或者是受损的这个皮肤，日久天长形成了这个破损，然后这个黑色素没有走。我们长痘的姐妹们就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创口，尽量减少这个创口的范围和深度。如果你挤痘那个痘一定是心里面有数的。长过痘的姐妹们不用我多说，那个痘能不能挤出来，你比谁心里都有数。如果它还没有熟透，不要硬挤，因为它那个痘深度就会很深，它殃及周围无辜的细胞就会更多，你这个黑的面就会更广一些。所以我们就从根本上尽量的减少痘痘的创口和深度，也是可以帮我们减缓痘印的产生，并且加速痘印的代谢。第三点呢，就是减少对皮肤的伤害，这里面包括 A 醇、A 酸、果酸，甚至什么醋酸甚至各种医美这种焕肤这种东西好，但是我们不能经常的搞它皮肤它还是需要休息的，休息就是最好的自愈没有什么什么修护霜能比咱们自己自愈的能力更强大。尽量减少任何的红肿痒的这种情况，它就会减少这种黑色素。我们要提醒大家，每个人产生黑色素是不同的，皮肤越深的人呢，他各种状况他的反黑的几率就会更高，因为我们皮肤黑色素本身就比较活跃，所以说每个人是不一样，我们不能对比，不能说因为他这么做没有反黑，你这么做就不会反黑，你千万不可以这么理解。那你今天知道这个黑色素怎么样来了，你就应该知道怎么样去避免产生黑色素，就是减少对皮肤的伤害。刷酸虽好，但是不可贪杯。现在这个科学还没有发现黄褐斑到底是因为什么玩意儿，因为什么问题导致的，所以我在这里没办法跟大家去卖弄，对吧？从它的特征上来看的话，黄褐斑呢，它一定不是外源型的，就是它产生的这个来源根源一定不是外面的刺激，它一定是我们内部。为什么？因为黄褐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对称性。外源性会被刺激到内源性，黄褐斑会不会因为外源的刺激而加重呢？我认为是会的，因为你内部整个系统的问题造成的这个黑色素的沉淀。那这个黑色素呢，它本身应该来源于外源的刺激，对皮肤的保护，对吧？所以说你在你黑色素比较活跃的时期，你再去刺激你的表皮，那你这个时候虽然说它是内部原因产生的，但是如果你外部不停的去刺激它，它肯定是会加重的。紧接着呢，就要告诉大家黑色素2个代谢的方式大家知道黑色素怎么样产生的，大家也要知道黑色素应该是怎么样走，就在我们身体设计我们人体已知的它代谢的2个渠道。第一个就是随着我们表皮的代谢掉，除了痘印的长过这个晒斑的姐妹们都能体验得到就是你随着比如说晒黑了，就刚才我说的，去年晒黑了，今年5一冬天就白回来了，因为你的皮肤是会代谢的。那第二步呢，在我们的自身的免疫系统里面，它有专门去吞噬黑色素的这个细胞，就像我们身体里面所有这种死亡代谢的细胞，它都会被吞噬掉的，然后进入到我们整个的这种淋巴系统里面，然后从我们的这个肾脏排泄出去。所以从上面就可以看出来，那黄褐斑呢，它一定是在我们这个细胞代谢的过程中哪个关口它出现了问题，具体咋回事到现在也没有人告诉咱。就比如说癌症这个事儿吧，
这个癌症它也是一个代谢问题，它也是身体代谢出现了什么问题造成的这种病症。你从这点来看哈，那西医它肯定搞不定的。我认为西医它肯定搞不懂黄褐斑的，它除非刚才说了用那个谯醌，它就是硬对硬哈，硬碰硬，但是没有用啊，因为它根儿它找不着啊，它根儿找不着，它还是会长啊。所以不管你是用擦啥东西，你任何这种激光这些东西，它都是治标不治本。你用任何的这种护肤品，我都不认为能把这个黄褐斑给搞掉。从中医来理解，它其实就是该排掉的东西，它没有排掉。这道题它并不难，它就是要加大我们身体内部的代谢。我们之前用果酸也好啊，什么激光也好，都是为加速我们的表皮代谢。我们现在要做的，加快我们身体内部的整个的代谢一个是加大你的血量，也是可以帮细胞补充足够的营养。第二个就是增加这个流血的这个血素，就是它不能软绵绵的没有力气。第一点我们要做到就是补血，血充足了，里面的物质多了，那你这个速度自然也就快了。那第二个就是补气，相当于给你加了一把劲儿，就跟发动机一样的，让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力度更强。但是这些东西哈，听起来说起来都很简单，做起来和真正的到每个人身上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不过呢，我认为黄褐斑补气血这条思路是肯定没错的。建议大家如果你有黄褐斑问题，首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中西医都去看一下，咱不能光靠这个往脸上擦的，光靠往嘴里吃的这种药。同时呢，我们身体还要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状态做一改变，比如说饮食作息这些东西都应该随之改变。觉得这个四物汤的功效特别的好，我在我视频里面无数次跟大家分享过，我是在大姨妈走后完全干净之后开始喝四物汤，我也就喝3天，可能1个月2个月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长时间不用太多，我认为差不多5、6个月半年，你去坚持去做这件事儿，不用说喝一辈子，姐妹们，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平衡。然后第二个我认为特别好的就是黄芪，你把这个白水改成用黄芪煮水，奢侈一点可以放点红枣，再奢侈一点放点当归这都是可以帮我们起到补气血功效的。有黄褐斑的姐妹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不一定听了我今天这个视频立马开始喝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去衡量一下，自己去学习关注一下这个话题。今天花了这么长时间去跟大家讲美白其实说白了，外面使的劲儿不多，但是多少也管一点用，主要还是靠我们身体的内部。那么气血充足之后呢，它就渗透到我们所有的这种毛细血管，血液的流速和我们身体的整个的动力就会增大，身体的自愈力就提高了。那总体来讲，我们的病还需要我们自己来治。那其他所有的，不管是外面擦的护肤品，还是吃进肚子里的这些保养品，包括我们要随之更改的一些坏习惯，都是为了增强我们自身的这个自愈力。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希望这些视频可以帮得到有需要的姐妹们。关注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视频喽。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